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我在台湾8年。你好，我是卢卡斯，我也在台湾8年。跟我一样哦。同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同一个礼拜，没错。同一个礼拜很巧，很巧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我跟卢卡斯，我们两个是 YouTuber， 我们已经做了1年半吗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所以大家可以每一个礼拜看我们两个破的新的影片，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最近发现，在台湾很久的外国人跟刚在台湾的外国人其实差很多。所以我今天因为刚好卢卡斯跟我一样在台湾很久，所以我们想聊天关于这个题目。我准备了几个问题要问 Lucas 完全不知道我要问什么，不要紧张哦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新的东西。对，我们准备了黑板，这样可以写一下我们的回复。这个也算是黑板吗？白板？我说黑板吗？白板。白板。白板。8年，在台湾8年，不知道黑跟白是不一样。天哪！OK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卢卡斯，对你来说，我要请你写3个你觉得很台的东西。很台的东西。很台，你可以想一下，对你来说，然后我也要自己写我的想法。我好了。3个呢？好了。OK， 先请 Lucas 介绍全部。第一个是夜市。第二个是垃圾车。然后第3个是寺庙。其实那些3个我们的国家都没有啊。对啊。那是3分吗？都对的。都对的，耶！没有对没有错啊，就是自己觉得，自己感觉。OK， 3分。OK。好。所以我的第一就是机车，第2那是什么呢？大家也知道，我的蓝白拖，我觉得是一个超便宜、很方便、很舒服的拖鞋。你有几个？我有4双。我骗你啊！这个我们的房子全部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蓝白拖。有一个在室内，有一个去 Seven 买东西的一个，有一个给朋友来家里穿，然后有另外一个是去爬山、去海边，有时候也会带。对，所以机车、蓝白拖，最后一个是中文，因为我觉得中文真的是一个很重要。台湾的一个文化的部分如果不会讲中文，那真的很难，就是了解台湾。对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一整天用中文说话。然后其实我现在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，虽然中文还是可以更好，没错啦。但是我已经觉得很开心，可以一整天用中文说话，表达我的想法。他的中文真的超厉害的。好，谢谢。我的还马马虎虎。没有，也很好啊。谢谢。好，下一个。第2个我需要问 Lucas， 你可以想一些在台湾不到1年的 Lucas 跟现在在台湾快8年的 Lucas 差很多的部分。真的是吃台湾菜，是我第1年，好像第1年来台湾，就去 7-Eleven， 我是西方的那个 McDonald's、KFC 之类的，但是现在是牛肉面、豆腐之类的都可以吃。还有我想到一个，就是你最近买了机车，对不对 ？Yes。然后没错。你上次跟我说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年没有机车？机车有这么方便，现在到处都想骑机车去。真的。对，这个因为我在这里8年，但是每一年我只有加1年。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的想法是1年而已，所以我前7年
没有买机车，因为我明年会回国。没想到的想法，对。对，然后到去年的时候，我觉得好买。在台湾这么久还可以买。对。我呢，我觉得刚到台湾跟现在可能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需要台湾人的帮忙。就是要处理很多东西都需要帮忙，因为看不懂还是听不懂。但是我现在觉得自己比较有独立，我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，我不需要一直问朋友的帮忙。对，其实我也是，因为我刚来台湾，有很多事情我需要台湾朋友的帮忙才可以做。但是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台湾朋友，结果是我没做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只有看有英文菜单的饭馆，或是我去有英文资料的地方之类的，所以我真的做过嘛，做过很多台湾地方，很多台湾事情。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每个周末试试看出去玩，发现新的台湾。所以看起来中文这个能力真的会帮助。中文对，真的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我邀请卢卡斯写在白板。他3个最喜欢台湾的部分。3个。夜市寺庙。这个我也想到，其实这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很像，但是不一定哦。好，那我们好了，先 Lucas。第3个最喜欢的东西是天气，有海，有山，还有人。台湾人。其实我第2个跟我一样，我写的什么？机车，然后地理跟跟 Lucas 的有海有山是一样的，因为台湾小，你可以去很多地方玩，很快就是去海边去山。然后回家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在一天内。这里你们也可以看我们的中文的差别，是他的中文真的比我厉害，但是我没有啦，我会可以说明有海有山，但是我不会知道是地理的名字。远远都知道，差不多，超厉害的。然后我写最后一个，我写发达，我很喜欢台湾的部分是台湾。很发达，可能是台北，可能是大城市没错，但是住在很发达的地方，我觉得很棒。意思是你不喜欢台湾人吗？哪会啦，哪会都喜欢呢？对，我看到他的回复了，突然感觉怪怪的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问题，这一次。我要问卢卡斯，你有没有一个譬如一个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，刚到台湾的时候你完全没办法做？说中文。说中文。说中文，还有离开台北，是骑机车离开台北。真的，我也记得我在台湾好像2个月，第一次离开台北去高雄，我自己觉得很。没有安全感，就是感觉到你在离开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因为台北是很方便，所以你在那个台北交通里面是捷运或是公车太方便，所以你不要离开，你不要搭真的火车去福隆海滩之类的。对，你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去台北外面。对，可能也是因为台北的捷运有那么方便，你很清楚你要去哪里，然后你要坐火车，突然你要注意到比较多细节啊，不要走错路啊之类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几乎每个礼拜都骑机车去玩很多地方，我们上个礼拜去山里啊，就是一些很少人的地方露营，不害怕。OK， 我要问 Lucas 最后一个问题。我要问你，你在台湾最棒的经验，就是你可能在台湾半年，有发生什么你觉得印象深刻，你永远不会忘记，还是最棒的、最开心的经验？我觉得我不知道是
最棒的，但是第一个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去夜市，然后我把我的那个包包放在一个那个夜市店旁边，然后我完全忘记，然后那个包包里面有我的 iPad， 然后2个小时以后，我还忘记我去那边带一个包包，我回家，然后在捷运上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。是一个台湾人，他开始说英文的话，他说：“哦，你是这个人的朋友吗？”然后我说：“是。”哦，我觉得我有你的 iPad。哦，天哪！然后我在那个捷运上发现，哇，我没有包包，我没有 iPad。哎，你是谁？不好意思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个人的朋友？然后你为什么有我的 iPad？然后他说明是哦，在那个夜市。他找到我的包包，里面有一个 iPad， 然后 iPad 里面有那个你认识的人跟你的手机有那个连接的，所以那个人他看那个 contacts， 然后发现这个人打电话给他给他我的电话号码，然后他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我有你的 iPad， 你可以回去士林夜市吗？我说好，我马上去，然后一共是3个小时。然后结果是我拿到我的包包，然后我的 iPad， 我觉得只有在台湾可以发现的一个东西哦。然后这个是好像第一个礼拜发现，然后从那边马上知道可以相信台湾人。哇，不错，真的法国不会啊，宝宝。对，瑞典也真的。哦，其实我本来以为你会讲到龙舟。因为龙舟没有，这个是最困难的，这个是我最大的误会的一个台湾。因为卢卡斯，其实他常常会讲到，他就是8年前参加龙舟的比赛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我不可以推荐的，真的太辛苦了。所以你是有一个端午节准备那个比赛，然后你是每一个早上。准备3个月，每一个早上3个小时，然后第1个月就一般的运动，第2个月才去那个游泳池，是这个画吗？然后第3个月才去河边真的开始练习，太辛苦了。然后第2天在河边里面，我们的那个船下去水，哎呦，真的很辛苦。我自己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经验，就是刚到台湾的第一个夏天，我跟一群朋友去宜兰的海边，然后整个晚上到早上4、5点都在海边，烤肉啊，聊天，吃饭，觉得非常特别的经验，因为在法国从来都没有这么做，觉得很自然。好，这个影片呢差不多到这里。你自己认识外国人吗？你觉得那些外国人很台吗？谢谢大家收看，请你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跟你们说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